根源重塑发型蛋白，3天持久弹韧亮。本节目由潘婷胜肽泡蛋洗护冠名播出，启富 HMO 全球前沿 HMO 科技衔接母源自护理。本节目由启富 HMO 赞助播出。浪漫自有归途，天猫陪你奔赴。本节目由你的心动好物推荐官天猫赞助播出。欢迎大家，这里正在进行的是由腾讯视频自制的轻熟龄恋爱观察类真人秀《半熟恋人》第5季，我们和大家又见面啦！大家好，我是半熟的老朋友张纯叶。今年大家看到了我们的观察室呢，有老朋友的回归，当然还有新朋友的加入，所以接下来让我们隆重的欢迎成年人的恋爱说明书沈亦菲老师。大家好，大家好。温柔的外壳下的硬核大女主董璇。Hello， 大家好，我是董璇。爱情事业随时都能 hold 住的 hold 住姐谢依霖来了，我来了，来了，熟悉的味道来了。半熟刚转正的爱情保安夏之光光光。对，没错。Hello， 大家好，我是半熟恋人的半季嘉宾夏之光。哎，恭喜光光，我们要恭喜他转正了。这次是全季嘉宾，全季嘉，上一次是半季嘉宾。半季，我就非常好奇，你是恋爱经历很丰富吗？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输出，然后节目组就把你留下来，就是爱磕 CP 啊，怪不得会输，因为眼睛一直盯着他。快手没劲了，快牵着。哎，右手怎么会没劲呢？我不太明白。对，休息的好吗？休息的好吗？还可以，还可以。这一次他勇了，我陪着。我能把90期看完，我再走。虽然他是我们年龄当中离半熟最远的那一位，但是他确实是思想上比较成熟稳重，所以他参与我们上期讨论的话题的时候如鱼得水。有人说的话也如坐针毡，就是为了让你如坐针毡啊，如芒在背，如鲠在喉。我要让你连滚带从容。好啊，虽然说我们半熟隔了1年录制，但是在这1年的期间当中，其实我们都看到大家都在各自的事业生活的舞台上发挥自己的光芒，然后有很多的事业上的好的作品可以跟我们所有的观众分享的，好不好？我今年呢决定要开始工作了。我去年是因为我有一次我回家，然后每次我工作回家，小朋友就是那种妈妈，然后那一次我回家哦，小朋友就妈妈你回来了，就这样走过去，然后我心里就觉得有点空了哦。我就心里觉得好啊，这个家有我没我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了。然后我就决定说好，我要工作，我要狠狠的工作。所以我今年很神奇，我今年一开春就买。那希望你这个工作尽量的稳上来，就是给我回到2028。好的。那为什么28之后呢？因为28之后可能第3胎吧。开玩笑啊，把开玩笑剪掉。卡在第3胎，好了，热搜词锁定了。我老公瑟瑟发抖。沈老师，您在生活当中最近有什么一些想分享的东西？哦，其实我的那个追星研究的书刚刚出来，叫《不止追星：数字时代爱的变革》。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有机会拜读到？4月30号上市，我们去下单，我要去买看一下。看完有老师亲签，没有问题。后面呢，就是马上就会有我的新电影上映，就是《森中有灵》，跟高圆圆老师和于和伟老师的，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哇！你看《森中有灵》的时候，你可能对你的家庭也有感官，你可能就不会觉得说他们这样子是冷漠或者抛弃，可能他们更多的是希望自己有更多的空间。所以讲的是家庭的爱，3代家庭。那一定很好看。3代家庭的这个命运交织，是的。我们这边就马上要问的就是我们这个情感体验非常有说服力的一位老师了。情感经历比较丰富，不是丰富，是精彩。我觉得不是丰富，很惊险，惊险。我其实没有跟璇姐录过节目，但是我看你特别的亲切啊，因为你知道，我自己觉得就是把感情的一个阶段用这种节目的方式记录，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它因为会有很多的人去见证你的那个幸福的过程，是，但我觉得也代表有很多人会加入那段情感之间的讨论，而且讨论的非常热烈。那
那你自己感觉是怎么样？被讨论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觉得大家说的对啊，就是我自己怎么没发现？就是啊，是这样的哦，这样子啊，对，这样子啊，对，因为就是比如说两个人平时生活在一起，可能有一些我自己都没发现，或者他也没发现，但是节目拍出来记录下来的时候，然后两个人才发现哦是这样的，然后可能有一些调整或者是修正一下自己，或者是我们这个感情关系有一些可以能让两个人更好。哎，你这心态很积极，哎，非常健康。对于我们这种吃瓜观众特别的宽容。哎，你们讲的很有道理。其实你自己在这个真的处理问题的时候，你会有前面的情绪、后面的情绪，你会捆绑。可是旁观者会从第三个角度去看到这个情况。尤其我觉得对于鞭策其中某些人，效果还蛮好的。老师说话太有艺术性了，鞭策其中某些人。全国观众们都帮我看着他。现在其实就是这一年吧，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谈恋爱，真的好棒哦！就是因为之前我跟唯一我们俩结婚之前，其实在一起时间特别少，然后今年这一年，其实反倒就我们俩就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就在一起时间比较多，就叫结婚1年之后叫做正在热恋。热恋中吗？先结婚后恋爱，对，先婚后恋，对。那你们都去哪里约会？家里。家里。就是我们俩会去找一个很安静的餐厅，然后比如说我们去必吃榜上的，就去一个一个打卡。啊，所以你懂他要吃什么？我们俩基本就是能吃到一块儿去的，这很重要。对，口味要很像。所以现在就是一个结婚了1年，但是是在甜甜热恋的一个时间。是，然后我也经常跟唯一说，我说我们要把这个热恋的时间，尽量的把它无限延长拉长。好甜哦，好甜，很棒啊！你知道，作为半熟的老人，我觉得我非常想给大家所有看半熟的人一个非常好的好消息，一个礼物。大家知道，就是很多的 CP 是从当时拍节目的时候在里面就甜，然后我们有一对非常甜的，一直甜到生活中，直至现在当下还在甜的，也就是我们的美梦降临。美梦降临是我们那一季当中在节目里就非常嘶哈的一组，就是这个啊，就是他们俩冲浪，这个女生就是非常直球的那种，说来拉住我的手，来牵我的手。哇，你说不来的话，老人可以拉你。就他会大方的去表达自己的爱。而且你看到他们那个拍那个就是那个情侣照，就非常的近，然后有一些这种肢体的接触的时候就非常嘶哈。然后最后他们在高空那个热气球的时候，男生因为太着迷女生的所有头发被那个热气球点着了。哎呦哇！他着了，他烧了。他自己不知道，就爱情的甜蜜，你知道吧？已经打麻醉了，麻醉了，头发没了，头发没了都不知道，已经散发出焦糖味了。说得好好，所以他们也是就是从节目里就散发焦糖甜蜜气息的一组。最重要的是有一个超级重磅的大好消息，我们一起来看 VCR 啊。谁结婚了？谁结婚了？今天是谁结婚啊？是你们？你们俩自我介绍一下。你好，我的名字叫江太。江太，我係江太。江太，呢個係我嘅老公。我老婆。江生。哎，不要搞乱我的发型。好看也是。抓拍了。喺兩位結為夫婦之前，本人喺職責上要提醒你哋，根據婚姻條例締結嘅婚姻係莊嚴而有約束力嘅，喺法律上係一男一女自願婚生嘅。我請在場各人見證，我江俊霖願以你李夢妍為我合法妻子，
有请在场各位人见证，我李梦洁愿与你张俊霖成为我的合法丈夫。Everybody's got beautiful, we all got scars. Why hide behind a filter? You're a perfect work of art. 宝贝。我这么多摄影师，我找什么摄影师啊？然后把老王劈在旁边。那我留这边留。好甜啊！太幸福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是要恭喜百年好合，可以百年好合，对，新婚快乐。所以我也是希望会有越来越多的嘉宾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去获得成长，然后或者是获得爱情。从最早的时候，我们会聚焦在30+的这个年龄，其实半熟龄更多的是一种爱情的状态。这个状态其实形容的，我认为应该就是有过一定的感情阅历和人生阅历之后，然后比较相对明确了自己的情感诉求的这些人，但同时还保持一种想要冷静、独立、清醒的这种心态，去炙热地追求他们的爱情。所以想问问大家，对于30+有没有哪些情感的状态，是你们觉得是非常非常美好的？我觉得30+就是高手过招了。就是都看过世面了啊，那我现在就知道我想要什么，而且30+，尤其对于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小孩，就是你就要确定，就是他不是谈恋爱而已，就是要确定这件事，你们要不要往这边走，就要选择。所以你说的30+有个关键词就是现实，很多现实的一些问题，必须得。就是我每次就觉得很羡慕这些嘉宾。就他们能在这个年龄，然后去选择勇敢的去追求爱情，然后有这样的一个节目把它记录下来。对，就有时候就想，哎，如果我是在那个节目里，我去参加一个恋综会怎么样？就很羡慕。您现在还羡慕恋综？你还在热恋，你还羡慕恋综啊？您羡慕恋综，你就很想参加恋综，只有超龄了，而且也上不了。主要是超龄了，如果不超龄的话，再练一次。那他再见是吧？主要超龄。这一趴能不能只屏蔽张老师？对，就是感觉很，就是看他们就会那种，下意识那种姨母笑啊，就觉得很甜啊，姨母笑，就觉得他们很幸福，不一样的感受。生活是你自己的恋综。哇，这句话好啊！这句话，我现在也在自己在家拍一个恋综。对，你就自己在恋综里。挺好的，挺好的，浪漫。光光，你期待的30+的感情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我到了那个年纪，我觉得期许的更多的就是，我还会义无反顾吧，还会去幼稚或者是去有冲动啊，因为。年轻时候的悸动，它永远属于在那个时候。那上到30岁之后，你对其实通过身心来说，你对很多事情会平淡，很多事情会平淡。谁告诉你的？
30就平淡了，气死我了！老灵魂，他说这话感觉就是30就平淡了，比我们年龄还大的感觉。啊，那不好意思啊，30加我也不知道啊，30加我也不知道，我没有经历啊，没有经历，我没有感受，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啊。其实就是我认为啊，感情一定是有悸动和冲动的，爱情它还是区分于亲情，也区分于任何事情，它会在不管在多大年纪的时候，它都会让你有那种冲动感。那当你会去经营感情的时候，那你如何面对爱情？你怎么去平衡这个其中这种感受？因为到那个年纪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有理性存在，更加理性的同时呢，如何去更多的去对享受爱情本质。我觉得30加的这个恋爱可能在这个时代是刚刚好的，因为以前我们的初婚年龄是在24、25，但是由于教育的延长，我们的初婚年龄女性是29岁多一点，男性是30岁多一点点。教育的体系刚刚告一段落，开始人生的情感生活的话，那我觉得30加这是刚刚好的。在30多岁的时候，它会有个不同是，人在20多岁的时候，你自己的可塑性特别强。但是30多岁呢，相对来讲你会比较的定型。我觉得30多的调节成本会相对来说高一点。对，就是他的生活轨迹和工作轨迹已经形成了2条不同的轨迹，怎么叠在一起？这也是这个节目最好看的地方。马上要进入真正的这个正片的之前，我们还是想请大家期待一下，就是你们现在最想看什么样风格的 CP， 什么样的情感？我先说，我是一个谈恋爱经历非常少的人。确实是很简单。对，我是一个大直女，就是我虽然平常看起来像个花痴，但是我其实对谈恋爱是很木讷。就我通常都是男生说，我喜欢你，要不跟我在一起，然后我就好。你跟我好，然后就在一起了，在一起之后就磨合，所以我其实会真的很想要来看大家怎么去谈恋爱，因为恋爱经验实在太少了，所以我真的很喜欢看别人谈恋爱，然后我最想要看那种哪种？我绝对不找那种怎样的。例如说，一个女生说，我绝对不找年纪比我小的；另外一个男生，我绝对不找年纪比我大的。结果你们就是相爱，怎么办？打脸，悄悄打脸，就给我打脸。但是我很喜欢看，因为我觉得，当一个人愿意去否定你的过去的时候，你会非常棒。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幸福是这样来的，是当你愿意去改变的那一刹那，我就觉得哇。好棒！对，哇，伊利你好有感受啊！光光，史密斯夫妇高手对招。对，就前段时间我刚有刷到之后，我又去回顾了一下啊。然后他们那个首先是强强对决，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画面太经典了，两个人持枪对峙的时候，然后他看着他，然后眼神突然变深情，然后闪躲了一下，枪放下说：“我做不到。”然后上去就。那个是什么？哇是什么？你们没看到吗？没有，这不想让你说吗？真是。说了容易害羞。少来。就是感觉就是这种就会比较，就荷尔蒙会比较高啊，会比较可能刺激到感官。就那一刻电光火石。对。那我怎么觉得我们大家的口味都好重啊？就是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没有那种爱内涵光的那种。对，那沈老师，因为你看过很多了，你研究也看过，你还有什么就是什么节奏能够激起你脑海当中电光火石的？其实我现在就想看甜甜的、简单的恋爱，好好看两个人很简单、开开心心的谈恋爱纯爱戏。我就是喜欢那种，就是爱就要说出来。我就是包括恋综也好，电视剧也好，我就非常怕那种就是你心里想什么不说出来的那种，不长嘴的那种。不管男生女生，就是把心里的感受要大胆的说出来。你说想那个是直球沟通，你们之间就是你和张老师之间是这个风格吗？直球风吗？对，我要心里有话我就要说出来，因为其实我们俩认识很长时间，然后呢，这中间就是
也有微信，但是不联系。然后后来呢是又一起拍戏，但是也没有说走到一起。然后再后来又过了好多年之后，两个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大家就说：“哎，最近忙什么？”他说：“干嘛干嘛，我在干嘛干嘛。”那我就会问我就说：“哎，那你怎么样？个人情况怎么样？”他说：“啊，分手了。”你主动问的？我主动问。哦，那我再破斗胆的问你当时问这句话的时候是有喜欢的底色打底吗？那肯定是有。那如果人家比如说有女朋友，那可能是另外一种相处模式。所以你原本是开飞航模式的，你知道他没有女朋友那一刻就打开了。真的假的？就是没有女朋友，你可以就是在两个人就是多接触，然后看看行不行啊，能不能走到一起，这个就有可能性了嘛。哦，但这个主动的发问是由你，是我问的，对。董璇，我就发现你有个非常大的能力，你好清楚的知道自己核心的关键点是什么，就把核心的这些关键点他捏得非常牢的，把握得非常好，然后把那些边边角角那种小的细节，他就能忽略就忽略，能包容就包容。幸福都是用自己的生活智慧换来的。是的，是的啊。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大家能走到一起非常不容易，每个人都有缺点，然后你就把他这个缺点怎么能包容他，或者是合理的转化成自己能接受的。我也有缺点，对吧？就大家互相怎么能，就是互相包容，然后过得更好吧。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别人所有人搞不好那个人大家眼中的缺点，只是在恋人眼中超可爱，对吧？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就是爱情最棒的地方。这个世界就有一个人看到你最纯粹的美好，我就觉得，希望大家听我们这些很多讨论的时候，都能对自己的生活当中也许有一些启发，有一些思考。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除了让大家思考、让你们动脑之外，我们最重要的当然是为了做好的节目让你们下饭。为了让你们更下饭，没错，我们这一季的半熟也是做了一些更新和升级。哎呦，为了让你们吃得更香，我们这个有个特别的环节的设置，就是我们这一季的节目当中多了一个嘉宾的专属人物特性标签卡，然后大家会通过这个标签卡做一个初步的命定配对。好浪漫哦！现在在我们身后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封墙，我们接下来呢每一个人选2张卡，根据标签选你感兴趣的异性，再选1张跟自己相像的同性的标签卡。我们现在每个人选完了2张卡之后，按照刚刚选卡的顺序，光光先来。我选的这个异性，他是要撕开吗？撕。哇，你的撕技好差，道具组都没有想到会撕出这种效果。这真的不怪我，我有手了。人家这边帮你抠出一个角，就叫你从这边撕。是我刚刚抠的。就一点一点撕，慢慢撕。轩轩，我帮你看到了。轩轩，为什么选择这个？因为我觉得他爱网球，可以约一场谁也不服谁的比赛，然后笑着一起累倒。史密斯夫妇，对，就是那种大家可以很拼的去对待这个比赛，但是也很享受自己的结果，那输了赢了都无所谓，就尽力而为。我选的。你是好好撕的吗？卓然，姐姐还是姐姐不一样。你看人撕的工工整整。我会选这个是因为我也非常喜欢写字，然后我觉得男生可以喜欢文字，代表他也是一个很细腻的人。我选的女生她是瑞塔，因为我也很喜欢装修家里，然后我很喜欢各种家具。那咱俩选的是一样的，你看。哦，真的啊？陈老师是不是也想选？对，因为我觉得装修家庭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尤其是当你身边的伴侣闭嘴的时候，就更好玩。别参与啊，你知道吗？让伴侣闭嘴。对，有意见别参与。男生我选的是这个，对，比克。比克，他特别有上进心，无法容忍自己停滞下来，没法容忍自己。容忍？你会喜欢这样的人哦？对。我觉得压力好大哦，跟这种人在。不是，他就是
反正他要求自己上进门，就别要求我就行。没有，可是他用容忍这2个字，就代表他也不能容忍别人这样。所以他如果看到你在那边滑手机，躺在那边，他会觉得这个人。但是婚姻里不就是很喜欢那种你看不惯我，你又干不掉我的样子吗？就是我先生因为是很上进的，然后我们有一阵子是我在家里嘛，我就每天都不太干活，他就特别看不惯，然后我就觉得哇好爽哈，我就很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这是沈老师和沈老师他爱人之间的一种独属的情调哦，他们是史密斯夫妇，我觉得这是我的快乐，开心就好了，开心就好了。沈老师，其实我选的几位也都选过了，我觉得我选的是我自己没有的这种情况。大家现在已经知道了所有人的标签信息，那可以看一下有哪些人是你们认为能够有互选可能的。有一个男生也是喜欢亲手装修，有一个女生也是喜欢亲手装修，对，还是很浪漫的哈，就是有一个属于2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对。我的这个男生叫小文。小文，这个男孩女孩都是因为什么呢？都是因为关键词是北京。女孩就是说2016至18，她在北京，也许在人潮涌动的地铁10号线上，你们有无数次的擦肩。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根据我自己经历来说，因为我在北京读大学。然后我期许的呢，也是就是这种宿命感，就是也许我曾经走过的地方是他之前走过的，我们在同一个街角巷尾，其实我们相遇过，只是我们不遇见。你有没有听过那种很浪漫的故事？就是有一对夫妻，然后他们长大了之后回去翻小时候的照片，然后你在某个游乐园，他在谁的后面这种啊，在头一张照片里。我也看到过那个，结果后来他是 P 的。好啊，这世界骗子怎么那么多啊？你让我的泡泡再飘一会儿，我就喜欢你刚刚说的这种，就是有点宿命的感觉，就是其实冥冥之中命定了，你们其实人生已经交集了。对，我觉得他俩是不是人生经历上是一定有重叠，一定有遇过？对 ，maybe。我觉得他们有互选的可能。我选的这个男生，他喜欢蓝色啊，对，而且都是在泰国待过。哦，蓝色泰国，他这个很浪漫，就是或许在火车夜市的冬阴功摊前等过同一张桌子，就是不是一个特别华丽的地方，也不是特别一个固定的地方，但就是在平常的生活当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很意外的际遇，这种我就很喜欢。还有一个喜欢爱爵士乐，然后还有一个女孩也是喜欢爵士，这个是爱好上非常，爱网球的感觉可以跟健身的一起啊，对啊，健身，爱运动的都跟爱运动的，对，有配耶。目前我们觉得比较相匹配的还是基于他们的兴趣爱好，对，所以你们觉得兴趣爱好会是他们选择卡片的关键词吗？一定是可以玩在一起的才比较好。应该说我会觉得先有话题。就假如说我喜欢这个男生，他跟我说他最近喜欢打高尔夫球，那我一定会想办法去打高尔夫球。对，我一定会想办法找到我们之间的交集点，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话题，兴趣没玩在一块。对，你先从成为朋友开始，才有办法往下走。对，我是觉得就是性格可能更重要吧，因为爱好可以培养。比如说依林，他是愿意为对方去学这个，但是有的人就不愿意啊。就我就是静止疗法，我不能运动，你非得拉我去运动。就有的人会坚持自己，所以性格还是很重要，他愿意为对方去尝试新的挑战。我也觉得是性格，因为爱好它是做朋友和恋人的基础，但是性格是恋人至关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们有一个叫序列理论，它很有意思。他说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其实会有3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这个寻求刺激的阶段，就是说你一开始喜欢这个人，主要是因为他长相是不是长在你的审美点上，他是不是身材够好，然后他的气味是不是你喜欢，这个会决定你们一开始愿不愿意往前一起走近一点点。然后第2个阶段其实就叫价值观的阶段，就我们要找共性。所以呢，像依林刚刚讲到的，如果是有很多的共同的兴趣爱好，那你在那个阶段你就有很多共同的话题会让你们拉近。但如果你再到深度关系的时候，你的性格以及你们互相之间是不是能做事情能合作，它就会更长远。
对，我非常觉得分阶段这个非常重要。对，所以说我们这一趟《半熟恋人》第5季的设置，我们就是分了3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叫做浪漫都市，我们由浪漫都市启程。第2阶段，他们将进入到的是浪漫海岛。海岛之后的第3个最后的落回，就是落回到了现实的生活。这3个阶段完美的契合了刚刚老师讲的爱情的互相了解的这个流程。对，所以我相信在新一季的节目当中，应该会满足大家非常多的期待和期许。那我们的半熟入住前就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期待我们正片的故事吧！谢谢大家。